为什么你越养生反而越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身边那些每天走1万步、喝杂粮糊、吃水煮菜的老朋友，反而面色蜡黄，走几步就喘，3天2头跑医院。2026年《自然衰老》子刊发布了一项轰动国际医学界的研究，结论令人震惊：大量中老年人正在用错误养生加速自己的衰老。而如今很多医生已经开始悄悄修改自己的做法。我老赵行医30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今天一定把这背后的真相给你掰开揉碎，讲清楚。我先说一个真实故事。去年秋天，一位63岁的退休工人老刘找到我，满脸愁容。他说：老赵，我3年前查出有轻度脂肪肝和血压偏高，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养生，早上喝1大碗自打的黑芝麻核桃糊，中午纯水煮青菜加半碗糙米饭，下午泡1大壶决明子枸杞茶，晚上再快走1万步加半小时呼啦圈。不吃肉，不吃油，不吃盐，连鸡蛋都戒了。按理说应该越来越好吧，可这1年多我越来越没劲，瘦了10多斤，头发掉得厉害，记性也差，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头脑昏沉沉的。今年体检，脂肪肝没清，反而变成了中度，血压也没降，血糖还高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老刘说着眼圈都红了。我仔细看了他的体检报告，血清白蛋白偏低，铁蛋白、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都严重不足，皮质醇水平高得吓人。他哪里是在养生，他是在用最虔诚的态度伤害自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像老刘这样的中老年人占据了门诊的很大比例，他们花着钱，费着心，吃着苦，结果换来了一身病。为什么会这样？错误养生到底错在哪里？我把它归纳为3大根源，每一个都有确切的医学证据。第一个根源，极度低脂低蛋白饮食导致营养不良性衰老。很多中老年人把清淡误解为白水煮一切，完全不吃肉类、蛋类、奶制品和油脂。他们觉得这样能减轻血管负担，降低血脂。但2026年研究指出，5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蛋白质合成率比年轻时下降 30% 到 50%。 如果不主动补充充足的优质蛋白，肌肉就会迅速流失，基础代谢率随之下滑。肌肉减少的后果是什么？第一是全身乏力，第二是更容易跌倒，第三是骨质疏松风险增加，第四是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更危险的是，长期缺乏脂肪会导致脂溶性维生素 A、D、E、K 的吸收障碍，维生素 D 不足会加剧骨质疏松，维生素 A 不足会导致夜盲和皮肤粗糙，维生素 E 不足会削弱抗氧化能力，维生素 K 不足会影响凝血功能。老刘就是这样，2年纯素饮食，他的骨密度已经降到-1.8，属于严重骨质疏松的前期，而他自己还以为瘦了是好事。第二个根源，精加工粗粮的血糖陷阱。不少中老年人迷信粗粮就是健康，于是把燕麦、糙米、黑米、荞麦、薏米全部买回来打成粉末，每天冲1大碗喝。他们认为这样既营养丰富又方便，但研究表明，整粒粗粮在被打成粉之后，物理结构被完全破坏，淀粉与水充分混合并经过加热糊化，消化速度急剧加快。1碗50克杂粮粉冲成的糊，升糖指数可以高达85到90，而白米饭大概是75，白面包是70。这意味着喝杂粮糊比吃白米饭更容易引起血糖飙升。高血糖会刺激胰岛细胞大量分泌胰岛素，随后血糖又因胰岛素的作用迅速跌落，造成反应性低血糖。餐后2小时人就会昏昏欲睡，心慌手抖，浑身没劲。长期反复的高血糖波动还会加速糖化中产物的生成，这些物质会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松弛，血管僵硬，肾脏受损，白内障提前。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每天喝下去的养生壶，其实是一碗液态糖浆，正在加速全身血管和器官的衰老。第三个根源，过量运动与过度排毒引发的慢性应激。中老年人普遍存在一种运动攀比心理，今天走8000步，明天就要走1万，后天走2万，还要在朋友圈打卡。同时很多人还在喝各种排毒茶、酵素、青汁、膳食纤维粉，他们认为运动越多越好，排毒越彻底越好。但2026年研究明确指出，超过身体承受能力的运动量会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导致皮质醇分泌持续升高。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分解肌肉，抑制免疫，干扰睡眠，升高血压和血糖，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再加上排毒茶中的刺激性成分，如番泻叶、大黄、决明子，长期使用会破坏肠道正常的蠕动节律和菌群平衡，引起结肠黑变病，甚至加重便秘。更危险的是，一些排毒茶含有钻外露类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可能致癌物。老刘的皮质醇水平是正常人的2倍多，他的深度睡眠时间每晚不足40分钟，他每天都在高强度运动，却睡不好。第二天的疲劳感又在驱使他继续养生，形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2026年，这项由哈佛医学院流行病学系与德国马普衰老研究所主持的大型多中心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了3600名55至75岁的中老年人，完整跟踪了3年。研究者详细记录了他们的饮食、活动、睡眠、情绪以及各项实验室指标，并对其中一部分人进行了 DNA 甲基化年龄测量和端粒长度测定。研究得出了3个颠覆性发现。第一个发现是，错误养生会导致细胞自噬机制紊乱，加速衰老。自噬是人体细胞内一种极其重要的清洁机制，负责清除受损的细胞器和异常蛋白质。适度的热量限制和间歇性断食确实能够激活自噬，有助于延缓衰老。但研究发现，长期低蛋白、极低热量的饮食方式会以一种错误的模式抑制自噬通路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mTORC1。 当它被过度抑制时，自噬体无法正常形成，衰老的线粒体和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大量堆积在细胞内，这些垃圾会引起慢性低度炎症，损伤 DNA， 加速细胞衰老。研究数据显示，那些坚持极端清淡饮食的受试者，其细胞内衰老标志物 P16 和海碱半乳糖苷酶的水平比正常饮食者高出约 50%。 通俗的讲，这种吃法不是在清控毒素，而是在堵塞细胞的垃圾处理场。第二个发现，错误养生破坏肠道菌群多样性，导致肠漏和全身炎症。很多中老年人迷信单一益生菌产品，每天喝益生菌饮料或吃胶囊，但忽视了膳食纤维的多样性。研究显示，如果不同时从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坚果等多种来源获取丰富的膳食纤维，单一益生菌反而会使优势菌种过度繁殖，挤掉其他菌种的生存空间，导致菌群总体多样性下降。菌群多样性低会削弱肠道屏障功能，使内毒素、细菌碎片等物质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全身低度炎症。这种炎症虽然不会像细菌感染那样剧烈，但会持续地损害血管内皮，干扰胰岛素信号，促进血栓形成。研究数据表明，每天通过食物摄入膳食纤维少于15克的受试者，其 C 反应蛋白平均比摄入25克以上的人高出 30% 以上。而那些每天喝杂粮糊、吃水煮菜的中老年人，膳食纤维实际摄入量往往只有8到10克，远低于健康需求。第三个发现，表观遗传年龄加速。错误养生让细胞看起来比实际老3到5岁。研究人员采用3种不同的表观遗传时钟，测量了受试者的生物学年龄，结果令人警醒。那些饮食极端、运动过度、
睡眠不足的中老年人，其生物学年龄平均比实际年龄高出 3.2 岁，最高甚至达到 5.7 岁。这意味着你花费大量精力去养生，结果身体却比不养生的同龄人老了3-4岁。更可怕的是，这种表观遗传的变化在停止错误养生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可逆性，但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部分恢复。有些损伤甚至是永继然错误养生的代价。这么大，那正确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我老赵结合研究结论和临床经验，给你总结6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每一条都很具体，你可以直接照着做。第1条，保证每餐都有优质蛋白质。中老年人每餐至少摄入20到25克蛋白质，相当于1个鸡蛋加上1小块鱼肉或者半块豆腐。如果你嫌麻烦，可以在早餐吃2个水煮蛋，午餐吃1两去皮的鸡腿肉，晚餐吃半块清蒸鲈鱼。牙口不好的人可以把肉剁成肉泥，做成肉饼，或者用豆浆机打浓稠的豆浆。研究表明，把蛋白质均匀分配到3餐，比集中在某一餐更能有效刺激肌肉蛋白合成。如果你有痛风或者慢性肾病，请咨询医生调整蛋白质种类和总量。第2条，粗粮要整粒吃，不要打粉。整粒的燕麦米、糙米、荞麦米、黑米，提前浸泡4小时以上，蒸成松软的饭。如果咀嚼困难，可以先用高压锅把整粒煮软，然后用勺子稍微压碎，但保留颗粒感。每餐粗粮占主食的1半即可，剩下用白米饭或者白面条搭配。这样既有足够的膳食纤维，又不会升糖过快。同时要注意吃饭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个简单的调整可以让餐后血糖峰值降低约 30%。第3条，运动要适度，质量比数量重要。每天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到45分钟。什么叫中等强度？就是你运动时心跳加快，微微出汗，但还能正常说话。快走、慢跑、游泳、打太极拳都可以。不要盲目追求步数，1000步和10000步的差别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你可以试试快慢交替走，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重复15到20分钟。这种间歇式运动比匀速运动更能改善心血管弹性。如果你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或抗凝药，请咨询医生确认运动强度和时段，避免在药物峰值时间进行剧烈运动。第4条，补充剂要少而精，不要堆砌。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只需要考虑2种补充剂，维生素 D 和钙。其他补品如鱼油、辅酶秋实、氨糖、益生菌，只有当医生明确诊断缺乏时才需要补充。不要自己乱吃，很多保健品会与处方药相互作用。例如鱼油可以增强抗凝药的效果，容易导致出血。红曲中的莫纳可林和他汀类降脂药作用机制类似，叠加使用会增加肌肉损伤和肝损伤的风险。请咨询医生，最好做一个全面的营养状态评估，再决定要不要吃补充剂。第5条，排毒靠身体自带的器官，不需要额外产品。人体的肝脏、肾脏、肠道、肺部本来就具备完善的排毒功能，你不需要喝任何排毒茶、酵素或者吃任何排毒餐。真正有效的排毒清单是：每天喝够水，不吸烟，不喝酒或只喝极少量的酒，保持规律的排便，每天运动出汗，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如果你便秘严重，可以通过增加全谷物和蔬菜来缓解，而不是依赖含有刺激成分的排毒茶。第6条，心态轻松。忘记养生指标，很多中老年人把养生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每天测血压、称体重、记步数，稍有波动就焦虑不安。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源。2026年研究特别强调了一个现象，那些最怕衰老的人，其压力激素水平和炎症水平反而最高。正确的做法是
把健康习惯融入生活，但不要时刻盯着数字。你可以每周测量一次体重和血压，记录在日历上，观察趋势而不是单次数值。如果连续2周出现异常波动，再去找医生分析原因，而不是自己紧张兮兮的大幅调整生活。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老赵给你总结3个最关键的提醒，请你一定记在心上。第一个提醒，养生不是减法，而是平衡法。不是你戒掉什么，而是你该吃什么，该什么时候吃，该吃多少。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水，这7种营养素缺一不可。极端的饮食方式永远比均衡饮食更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提醒，养生不是吃苦，而是享受。如果你在养生过程中感到痛苦、疲惫、焦虑，那一定是方法错了。真正正确的养生会让你精力充沛，心情愉悦，睡眠香甜。你要学会聆听自己身体的信号。如果你喝了一杯养生茶后觉得心慌不舒服，那就别再喝。如果你走了2万步之后膝盖疼，那就减少到8000步。自己的身体比任何专家都更懂你。第3个提醒，养生不是跟风，而是个性化。每个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的基础疾病，不同的代谢能力，不同的生活习惯。别人有效的养生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要因为看到网上说吃木耳能清血管就天天吃木耳，也不要因为朋友圈都在断食你就饿着自己。在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之前，请带着自己的体检报告去找一位靠谱的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医生会根据你的肾功能、肝功能、心脑血管风险、骨密度、免疫功能等指标，告诉你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最后我再强调一次，所有我老赵今天讲的内容都是基于2026年最新的公开医学研究和30年的临床经验，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千差万别，在改变任何饮食、运动或补充剂方案之前，请务必咨询专业医生。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家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越养生越累，越吃素越没劲，大量吃保健品却检查出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故事，大家一起交流，避免踩坑。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长按点赞3秒，并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下一期更重要的科普了。好了，祝您身体好，心情好，越活越年轻。我是老赵，我们下期再见。